中国经济将迎来巨变，12省市基建突然被叫停，释放了什么信号？此前，中央发布了一份重要文件，包括天津、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广西、重庆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、青海和宁夏在内的12个省市，其基建项目突然被暂停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这些省市中的部分交通运输体系。位于中国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天津港地处渤海湾西端，背靠雄安新区，不仅可以辐射东北、华北、西北等内陆腹地，还能连接东北亚和中西亚。另外，它还是环渤海与华北、西北等内陆地区距离最短的港口。天津港港口岸线总长32.7公里，水域面积336平方公里，陆域面积131平方公里。2022年，天津港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4.7亿吨，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100万标准箱。目前，天津港的航线网络四通八达，是我国华北、西北和京津地区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，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立体交通及输运体系。秦皇岛至沈阳的高速公路全长约238千米，以每小时最高可达120千米的设计时速，为4至6车道的高标准建设。这条高速公路不仅是连接沈阳、锦州、朝阳等城市的重要通道，更是东北地区交通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在东北3省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，图们江出海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图们江发源于中国的长白山天池，曲折穿行于中国各地，包括龙井、珲春、合龙和图们等地。其右侧与朝鲜的咸镜北道和两江道相邻，左侧则属于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。最终，它流入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，在哈桑区汇入日本海，成为连接中朝俄3国的独特界河。提到图们江，必然要提到那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意义的俄朝友谊大桥。这座桥梁虽只有530余米的长度，但却是苏联时期对朝鲜友好援助的象征。因受限于桥身的设计较低，大型货轮无法通行，加上河底的淤泥不断淤积，图们江的通航潜力受到了严重制约。随着北极航道的全新开辟，图们江出海口的战略价值再次显现。此出海口位于中朝俄3国的交汇点，是东北地区通向外界的黄金水道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图们江出海口与北极东北航道的距离相当接近，预示着未来该航线的蓬勃发展。一旦图们江出海口得以全面开放，吉林省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物资进出口效率将迎来质的飞跃。丰饶的农产品将无需再经过遥远的大连港，而是可以直接通过图们江出海，这将大大减少运输成本和时间。2. 基建被叫停后的战略考量。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加快，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之下，逐渐浮现出一个重要问题，不仅仅是基建初期的巨额投资，其后期的运营和维护成本也成了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。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，信用扩张的势头猛烈，过度基建往往埋下隐患。到了2024年，中国的基建发展已来到一个关键转折点，众多城市的基础设施状况及后续的规划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基础设施的自然老化和高频率使用，使得维护需求日益迫切。相较于建设初期的大规模投资，后续的运营资金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保障。年初，甘肃省天水市因负债推进有轨电车建设项目而受到批评。该项目17年收益微薄，仅有160万，而运营成本却高达4000万元。资金短缺问题让2期工程迟迟未能建成。在海南儋州，一座建设巨大的海头高铁站建成多年却未投入运营，因日客流量不足100人，导致铁路部门承受巨大亏损。桂林的多个高铁站虽然数量众多，但部分站点的日均客流量均远低于预期，这样的投资回报率低下，进一步加剧了债务风险。近几年来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严重。自2017年以来，债务余额以年均16.3%的速度快速增长，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速。截至2023年末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达到惊人的40.47万亿元，其中12个省市尤为突出，不仅债务余额庞大，而且债务增速远超全国平均水平。特别是青海省，债务率高达739%，成为债务危机中的重灾区。
其债务余额已攀升至3337.42亿元，负债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甘肃省在2023年的交通建设预算投资额高达1300亿元，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安徽省，还位列全国前列。甘肃省全年新增债券的累计发行规模也达到了886.8亿元。这样的债务压力不仅加剧了财政收入的缺口，还严重限制了其他民生项目的资金投入。深入探究这12个省市陷入债务危机的根源，不难发现，过去一段时间里，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大力举债搞基建项目，而部分地区的基建项目超出了实际需求，甚至成为政绩工程的代表。例如，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向多个公司借款累计高达147.32亿元，用于偿还存量债务和新增隐性债务的案例就暴露了这一问题。面对这一严峻的债务形势，我国已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干预和调整政策方向。目前，国家为推动经济转型，选择性地暂停了部分省区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，目的就是为了引领经济增长从依赖单一投资转变为多动力驱动模式，其中包括消费和创新。未来这一举措将有效引导更多资源向科技研发、高端制造以及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流动。此调整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域差距，促进区域协同发展，而且还能优化各地区的产业布局。